你知道在哪当社工最安全吗？你知道在哪当社工最危险吗？嗨，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。俗话说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安全的环境容易掉以轻心，变成危险的地方。同理，在危险的地方处处小心，便是安全的地方。这是一般的常理，是如此。回到正题，社工在哪工作最安全、最危险？其实真的不好说。例如，今天你去案家访个案，个案跟你说他被配偶打，你一定会问，你的配偶在家吗？你一定会有这样的警觉心。你去他家，你应该知道他的配偶长得是什么样子，不然你也会约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谈这样的事情。在医院中，急诊室的家暴病人，他的施暴者长得是圆的扁的，你会知道吗？如果他出现在病人的后面，你会知道吗？在急诊室遇到家暴的病人跟相对人一起来，不能说没有。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一套应对的标准流程。医院每年除了消防逃生演习外，还有暴力冲突的演习，考验医院驻卫警的应变能力。安德鲁社工认为，过去在社区出了机构，只能自求多福，靠自己。在医院至少有警卫可以叫，你不叫警卫，同事看到情况不妙，也都会偷偷的打电话call警卫前来，这是医院的好处之一。如果受伤，不用等救护车，立即的处理，减轻伤害，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这是医院工作的好处二。社会工作师法自86年4月2日实施至今，已经超过了25年。才进步到社工有人身安全的保障，保障社会工作师职业的安全。会不会有一点好笑？不过总比没有好啦。这主要的条文是超医疗法的条文，在医院中，任何人不得以强暴、胁迫、恐吓、公然侮辱或其他非法的方式妨碍其业务之执行。过去这个只限于医疗法，也就是说有医事人员卡的专业人士。社工师在医院不是医事人员，所以并没有在医疗法的保障之内。本次修法只是让社工师回到医疗机构人员的平等的一个位置。我觉得针对医院处理医纠的社工师而言，是最好的保障，因为有医纠的病人通常心情都不是很好，打电话来骂人，人之初性本善的没有，骂干叉叉叉叉叉叉叉的人有一堆。我曾经遇过高层曾经说过，有判决说骂三字经、骂国骂的是口头禅，无罪。像这样的新闻，合议庭认为双方当下相当不睦，难以期待会用有理的方式争吵，且诚信男子仅说一次我在干你娘，对人性尊严的侵害程度有限，所以一般的社会通念及法律的感情尚在可接受容忍的界限范围，应优先保障其言论自由，不应让诚信男子担负
公然侮辱的罪责，撤销原本有罪的判决，或者是这个职场上的语言暴力问题。新北市一间4星级饭店所聘请的徐姓厨师，2019年间工作时因为细故与邱姓外场服务生发生争执，徐男爆出口擦你娘，并和邱男发生推挤，邱男愤而提出公然侮辱罪告诉。新北地院认为徐男并未针对邱男骂，因是用脏话宣泄情绪，没有侮辱的意思，所以判无罪。高等法院也认为徐男骂粗话是口头禅，日前维持无罪判决，全案确定。安社工立即回应高层说，主管，我也有这个口头禅，我每天都这样问候你，如何？当然主管就不说话了，真的是很针对社会工作师依法执行业务时，任何人不得以强暴、胁迫、恐吓、公然侮辱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碍其业务之执行。那么什么是公然侮辱呢？确实在法律的实务上，正如上述新闻的判例，为大家科普一下法律如何看待公然侮辱罪的部分。脏话可能会被视为宣泄情绪的用语，而不会被处罚，但是还是会有民事责任。法官或检察官可能会考量骂人者平时说话的习惯等因素，判定骂脏话属于发泄情绪性的用语，而判决无罪或不起诉。在刑事责任上，要在多数或者是不特定人有可能看见或听到，例如在大马路上，如果再加上有肢体暴力的行为，例如泼尿、殴打等，对别人骂脏话就有可能被判为有罪。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参考一下，网络上有流传的公然侮辱价目表。在民事方面，可能还涉及到损害他人名誉的民事侵权问题，因为名誉属于个人人格权的一环，如果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，需要对造成他人财产、非财产上的损害加以赔偿。社工师要如何举证呢？家访的时候带密录器，这样好吗？在医院的好处就是公共空间到处都有摄影机，影像可以被保存。医院也有法务跟律师，过去主要处理医纠的问题，现在还多了一项妨碍业务执行，这是医院的好处3。当社工没有人喜欢暴力的发生，要不被人怨，来到医院看病好好吃药，不要吃官司，请好好说话，不要乱发脾气，不然有可能会被关或罚钱。只要病从口入来就医，不要祸从口出抓去关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大家觉得脏话可不可怜？每次讲到脏话，跟脏话都有份，为什么不说台中呢？或其他地方呢？